这手机键盘，这大头电脑，这是2009年，我重生了。不然呢？难道你一个320分的2本，要和我这405分的985比未来？赵凯，你确实可以把高考当作成就，把成绩当作改变命运的唯一钥匙。但在真正的规则制定者眼里，你和我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你什么意思？承认自己考砸了很难吗？少在那故弄玄虚，考不上就是考不上。是啊，你考上了，你以为进了985就是人中龙凤，以后飞黄腾达？你会觉得那些大公司会抢着要你，你的起跑线比我高出一大截，对吧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还小，这么想很正常。你确实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去更好的城市，去更好的公司，但本质上我们依旧在一个阶层，因为我们都是参加高考上大学的人，所以没有区别。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这就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。哎呦喂，老林啊，咋翻车了？考的还不如我呢，我不才比你高2分吗？那是以前，刚才我和赵凯说的话，你是一句没听进去？那不是你为了装逼硬撑面子说的吗？傻狗！你才傻狗！照你这么说，难道赵凯去南大和咱们一样？那大家还读个屁的书？其实理论上来说，确实如此。我问你，初中那个转走的张静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知道啊，他家有钱，据说去了南外国际部，光自校费都几10万。对，他不需要参加高考，直接申请国外的名校，一样是 QS 前100，甚至比清北排名还高。你知道港澳台联考多少分能上清北吗？多少？400分出头，换算成咱们苏江省的卷子，大概不到300分。啊！我操！真的假的？这就叫选择权，更多的是信息差，是资源。如果你的命运只能被一张试卷定义，没有任何容错率，那你本质上就是没有选择的底层。我好像明白一点了，那你打算咋办？你不复读了？复读没有必要。再说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前世我复读考上1本，996到35岁，结果一纸优化，你已被解雇了。见完了。爸，不要走！而赵凯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南大毕业高位接盘楼市，结果和我相差不大。学历高去更大的城市当更高的韭菜，学历低跑外卖当小一点的韭菜。在时代的洪流面前，任何一个风险普通人都难以承受，更别提人生路上全都是坑。这一世，既然带着未来的记忆回来，既然看透了这场游戏的本质，那就换个活法。家里有些安静，明显气氛不对。天气很热，但家里没有开空调。一切的起因应该是班主任王老师刚刚打过电话。320分，在这个家里如同晴天霹雳。上一世，家里为了供自己复读买房，掏空了的棺材本。妹妹也是大学毕业就早早嫁人，我永远忘不了她被中年男人打得面目全非的样子，还有那句绝望的“哥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完了？”那个王八蛋，这辈子别想再靠近林月半步。回来了。王老师打电话了，说你没有发挥好。没事的，儿子，不行咱们再复读1年，只要下次正常发挥，你肯定可以。妈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熟悉的感觉。这几年让你受罪了。爸，烟还是少抽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你这孩子，考砸了没事儿，爸还能干得动，咱复读，明年我不复读。你这孩子傻了，才320分，你不复读去干什么？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我和你爸砸锅卖铁也会供你。妈，我不复读，绝对你不复读，以后工作怎么办？人生就完了。我没和你说过吗？高考是我们这种家庭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。爸妈，你们信我一次，学历没用的，你们那个觉得读书是唯一的路是对的，可是时代在变化，早就不是以前了。这一次我有别的路走，我会把日子过好，比所有人都好。登录成功的瞬间，我差点被一口气呛死。屏幕右上角，那个黑白头像闪动着。咦，网名叫我为谁哀悼，个性签名是爱已成伤。太窒息了，改，马上改。2009年比特币刚诞生，英伟达等机会又太远，远水难解近渴。若不能快速发财，依旧父母早逝，妹妹受苦。这画面也太粗糙了。我是程序员，对于2009年就是降维打击。现在地下城与远视正火爆，可以写脚本搞钱。你先玩。不玩开机子干嘛？别浪费钱。别管，有事儿。
程序已完成。好，试试看。启动。战斗胜利！我操，老林，你这是啥呀？是挂吗？稳不稳？会不会封号？不会，这是我自己写的。吹吧，那你给我整个一键秒杀。可以，我回家一趟，帮我看着别关机。爸妈，我有事跟你们商量。咋了？惹祸了？没有，我需要钱。要钱？要钱干什么？要多少2000。？2000？你个孩子，你要这么多钱干啥？我要去学电脑技术，需要买一些资料和硬件设备。学个屁！王林刚喊你去网吧，还想拿我们血汗钱充游戏，看我不揍你！就是啊，儿子，家里本来就紧吧，你这分也没考好，咱能不能懂点事儿？看着激动的父母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懂他们的恐惧。底层家庭钱就是命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可要改变这样的命运，这钱就必须拿到。爸，你坐下。从小到大，我要过这种钱吗？我知道家里难，但我的压岁钱应该够数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想用这笔钱做点事，我保证不是拿去玩。1个月内我会把这笔钱还给你们。如果没有给，我就老老实实听你们的去复读，绝无二话。但现在，你们得信我一次。这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只有男人才懂，支撑起一个家有多么的困难。这是家里准备给你妹妹报普训班的钱，一共2000。小袁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放心，出门的第一件事，先买个4G 的亲热听 U 盘。2009年的电子产品贵得离谱，咬牙花到了120块。这玩意儿在这个年代都是高科技，代码全靠它才能保存。老林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帮你看着呢，没关机。复制、粘贴、加密、隐藏，做完这一次，我才真真正松了口气。接下来是商业变现，打开了5173，这是当年最大的虚拟物品交易平台，熟练的搜索 DF 金币价格。最后一步还差场地，大厅人多眼杂，容易被举报。充钱还是买水？老板，谈个生意。啥生意？你要买我的网吧呀？我想包个房，那4台机器我全包了。包夜？不，包月，包月。小伙子，4台机器包月可不便宜，一台机子一天算你30，4台就是120，1个月3600。太贵了，我给你2000，包1个月。2000？你打发叫花子呢？2000块是纯利，你不可能全天在线，稳赚的。行，先交钱，别干违法事儿，出事我直接报警。成交，先付1500，3日内即清，违约的话，这钱都给你。行。我整整3天没出房门，在09年鹏腾双核2G 内存的老电脑上改底层代码，精简特效实现4开。现在这批号平均等级才到达位的2月26，地图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天空之城悬空城，脚本效率极高，16开一天轮刷10几分号。为防封号，特意加了拟人化休息时段，运气守恒定律，大规模起号的优势就在这儿。虽然单号爆率低，但架不住基数大，量大必开单。库存总资产2亿金币加繁风机、墨竹手镯，总计1500元左右，这是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。而这只是开始，出货。比市价稍微低了一点点，为的就是秒出。您寄售的商品已被拍下，交易成功，入账1377.5元。稳了，虽然扣了手续费很肉疼，但这钱来得干净安全。老板，结账。这是老板，这几天还得麻烦你，这几天包间别碰电源网线，里面在跑程序，要是断电了，我这可是要找你哦。行，放心，只要供电局没断电，你那屋的电就断不了。谢了，至少这一步是稳了。老板，结账。这是老板，这几天还得麻烦你，这几天包间别碰电源网线，里面在跑程序，要是断电了，我这可是要找你哦。行，放心，只要供电局没断电，你那屋的电就断不了。谢了，至少这一步是稳了。早就闻到了熟悉的辣椒炒肉味儿，那是老妈的拿手菜。挂历上被红笔圈起来的，是明天填报志愿的日子。
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还知道回来？这2天晚上天天往外跑，说是在王林家住，到底干啥去了？王林他爸搞了台新电脑，我去查查学校资料。行了，老林，回来就行。明天要报志愿了，让他吃顿安生饭。林渊，明天你王老师要是劝你复读，你咋想的？老头子依旧不死心。爸，我说了100遍了，不复读。320分，你能上个啥2本吗？出来之后能做什么？而且你平时分数都在390左右，为啥不听话呢？爸，我有自己的规划，只要是公办的学校，本科就行。至于专业，前世就是计算机专业，我的技术已是超前，何必再学基础？老师都未必如我，我需要的是时间，大量的、自由的，可以用来搞钱的时间。这也是我不复读的原因。高中不上课可不行，可是大学就不同了，谁管你啊？爱上不上。要不是家里人肯定不同意我不上大学，我连大学都懒得读，因为没有意义。我不报计算机了，我不报计算机了。啥？你不是最喜欢捣鼓电脑吗？不学了，没兴趣。我打算就留在京南，我不想去外地。你疯了！留在京南你只能上2本，去外地还有机会读1本。爸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学校专业都不重要，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会为自己负责。你随你，到时候毕业了找不到工作，别回来哭。哭不了一点。抽空去看看网吧运行的脚本，还好一直没出什么乱子，偶尔出现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这批号的等级也在稳步提升。老林，这儿，给，热死爹了。哎，想好没？虽然咱俩这分半斤八两，不过嘛，我322，你320，哎呀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我的选择比你多一丢丢。322分，这分数最好的选择也是个2本，搞不好还得滑到3本独立学院去。但这并不妨碍这傻狗在我面前找优越感。行，你牛逼，那你打算报哪儿？我爸说个土木或成工程管理，说是以后好回来接帮做生意，但我不想去，我想跟你一块儿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咱哥俩虽然分不高，但好歹能凑个伴儿。到了大学我也好罩着你。我打算就在京南。那我和你一样，不管啥学校，只要在京南就行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赵凯这次稳上南大了，真羡慕啊！985啊，以后出来肯定混得不差。咱们这些2本的，以后估计也就只能给人家打工喽。其实啊，选学校很关键。有些2本学校学费贵不说，师资还差，去了也是浪费4年时间，还不如复读。凯哥说的对啊。哎，林渊，你这分挺尴尬的吧？320，刚好卡在2本线边上，万一滑档了，那可就得去读3本喽。刘洋，你放什么屁呢？320咋了？我322，我骄傲了吗？3本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太幼稚了，这种高中生的攀比，在我看来，简直像是在看幼儿园小朋友抢糖吃。不用操心我，赵凯，祝贺你。不过你还是先想想学什么专业吧。刘洋，你那分好像也没比我俩高多少吧？先管好你自己。林渊，嘴硬没用，社会是很现实的，学历就是阶层。等你毕业找工作碰壁的时候，希望你还能这么自信。今天填志愿，这是大事儿，关系到你们一辈子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。具体的填报规则我就不啰嗦了，但我得强调一点，量力而行，别好高骛远。林渊，你出来一下。完了，老林，老板肯定是来劝退的，让你去复读1本2121。没事。林渊啊，你这次太可惜了，你的底子我是知道的，平时都是前3名，320分，这个分走2本太亏了。老师跟你交个底，我和一个复读班主任很熟，你要是愿意去，我给你写推荐信，学费能减免1半。你再拼1年，明年哪怕考不上985，走个211绝对有希望。怎么样？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。王老师，谢谢您，但是我不打算复读，我读个普通的2本就好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？2本和重点那能一样吗？那起跑线都不一样。老师，不用再劝我了，我绝不后悔今天的决定。选京南财经红山学院，只因地处仙林大学城，高校云集，美女众多。上一世复读考上南邮，也在仙林，学校里也谈了恋爱，偷吃禁果。如今回想起，依旧是甜的。虽是中年灵魂，可18岁的身体依旧活力充沛，欲望时刻鲜活。哎，老林，你想啥呢？笑得怎么有点淫荡？没想啥，想以后带你飞。你也报这个？报呗，反正你也说了，咱这分也就那样，在哪儿混不是混。对了，这暑假你准备干嘛？我爸让我去店里帮忙，但我琢磨着去网吧再练个小号。别去店里了，帮我干活，给你开工资。
真的假的？啥活？只要不是去搬砖，我都行。还记得那天你看到的那个自动刷图的号吗？废话，那走位比我都骚。我搞了个程序，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高级外挂，能自动刷金币。现在开了4台机器在跑，我一个人盯不过来，你帮我看着，网费我包，1个月再给你1500底薪，干不干？我操，1500！1500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绝对是大钱。比如我爸1个月不算加班也就1800。老林，你哪儿弄的挂？这么暴力？买的。这玩意儿不稳定，有时候会卡死，需要人盯着。要是赚了钱，到时候再给你包个大红包。要是赔了，那1500我也照给。干，必须干！爸爸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给你当看门狗。没跟死党说实话，不是怕分钱，是怕麻烦。一个 N 级副都搞不动的高中生突然会写外挂，解释不清，他嘴不严还容易惹祸。出了校门，我们直奔天歌网吧。我现在已经是这里的 VIP 顾户了。老板，哎，好，我开了台机子给王林，然后拉着他进了那个神秘的包间。我靠，这啥玩意儿？游戏呢？怎么变成这鬼话精了？这是底层运行模式，省内存的，你不用管原理，只要看到窗口卡住或报错，就记下来打电话给我。懂了，这会儿轻松啊。那我能不能一边看这一边玩游戏？随你。我操！你怎么连农场都没开通？什么农场？企鹅农场啊，偷菜啊，这你都不知道？嘿嘿，赵凯这嗓子的萝卜熟了，偷。杜聪的茂草也没收，偷。哎呦，班长居然中了红玫瑰，这必须得下手啊！看王林专注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在电脑里搬针尖金白银。对啊，偷菜！2009年，这可是比 DNF 还要恐怖的全民级游戏。有人定闹钟熬夜，还有人被偷2颗菜吵起来，这是最原始的社交裂变啊！而此时，这个网页游戏的底层代码，在我这个重生者眼里，简直就是裸奔。HTTP 请求毫无加密，本地验证几乎为0，只要抓个包，写个协议模拟器。哎呦我操！老林你干嘛？吓老子一跳！傻狗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啥？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，精神不太正常？别吵，今天吃喝我包了。好嘞，林少爷。对于我来说，简直比喝水还简单。仅仅过了40分钟，一个界面简陋，甚至连 UI 都没有，全是数据代码的程序诞生了。农场管家 V1.0 功能很简单，多账号登录，精确到毫秒的自动偷取、自动除虫除草、自动种菜。最核心的是后台静默运行，不需要打开网页，不占用内存。老板键一按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哎，傻狗，别点了，你不累啊？别吵！赵凯周子养了条狗，我刚才被咬了一口，亏了300金币，气死爹了。行了，让开，我那朋友给我发了个好东西。朋友？啥朋友？一个黑客朋友，以前网上认识的，专门搞技术的。刚才听说我在玩农场，随手写了个小程序发过来了。这啥病毒啊？土鳖。看好了，检测到好友班长曹操成熟，倒计时3秒；检测到好友赵凯白萝卜成熟，倒计时5秒。防狗判定开启，绕过成功，偷取成功，获得麦曹吃3，偷取成功，获得白萝卜吃2。我操！这就偷完了？赵凯的狗没咬你？咬个屁！那狗还在睡觉呢。哥，秦哥，这玩意儿太牛逼了！快给我装上，我要在排行榜当第1。这不是已经给你安排了吗？想要真正利用这个风口起飞，得走量，而走量最好的地方只有一个：宝淘。2009年的宝淘正是草莽英雄辈出的时代，没有复杂的流量权重，只要你的东西好，关键词准，就能爆单。还在半夜定闹钟，还在被狗咬，哼哼，全自动托管，睡觉也能偷光全部好友，无效退款，封号包赔。虚拟物品交易最大的痛点是什么？是发货。现在宝淘上的卖家大部分都是人工发货，得写个自动发货软件，这对他来说比写偷菜脚本还简单。一旦检测到已付款，立刻自动发货。更因为深知人性，用过这种秒收秒偷的爽快感之后，没人回得会，这就叫用户粘性。这3板刀下去，在这个鱼龙混杂的虚拟市场上，我的店就是正规军，就是降维打击。我把软件打包，生成了第一批500个激活码，注入自动发货数据库，并且在后台设置了一下退货后锁定账号，防止被白嫖卡 bug。让子弹飞一会儿，我一边整理这2天的金币收益，正好1000多块。号等级高了，收益也变得多了，偶尔还会有几件极品装备。交易成功，熟练的整合，资金到账，挂单。
到账后，我第一时间交了保证金。看着这一幕，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人年纪越大，越难获得快乐。思绪回转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农场和打金脚本都是小打小闹，等到有了本金，能够买一个本地服务器，这才是布局的开始。老板，这挂真的假的？不会封号吧？能不能便宜点？来了，第一笔订单。果然还是09年的生意好做。这时候很多人对于网店还是一窍不通。我用10分钟写好的自动回复桥本，解释是多余的。7天无理由，封号包赔1000元。视频演示，钱不多，但这代表着商业闭环的跑通，从需求到产品到流量，再到变现。这第一单19.9元，只是开始。下班高峰期，也是偷菜的高峰期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旺旺的消息提示音就连成了一片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最美妙的乐章。这种傻瓜式捡钱的感觉，真舒服。在这个人均工资不到2000的2009年，销售额8350，我一晚上赚了普通人快半年的工资。然而，华国互联网的定律是，只要你有肉吃，狗闻着味儿就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到网吧，习惯性打开后台，恶意差评，而且是组团来的。我顺手一搜，好家伙，一夜之间冒出来7、8家新店。最恶心的是价格，价格战吗？这一幕太熟悉了。如果是18岁的我，这会儿估计已经气得跟人对骂，但现在的我只觉得那几家店的老板就是小丑，和我拼技术。下载下来一看，我乐了，这哪是什么底层协议模拟，这就是个简陋的案件精灵脚本。嘿嘿，就这，同行想玩死我，那我就教教你们什么叫降维打击。第一步，技术压制。我花了10分钟，给自己的软件加了个自动更新碗块。这微小的变动对那些劣质的按键脚本来说是致命的。第二步，服务壁垒。我直接在首页面挂出郑重声明，将我们的优势与盗版的危害讲清楚。网唯一真正购买24小时无人，凡是购买别家软件被坑的，凭截图本店立减5元。这一条是为了将对手的客户转化为我的。在这个年代，保淘都是人工审核，只要证据链完整，恶意差评是可以申诉的。就算不行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差评消失。未来的技术手段放到现在就是降维打击。骗子，把我的家都占了！老板，我给你拉了整个宿舍的同学。老板，我错了，不该贪便宜买隔壁的，还是你家的好用。反正是市场很大，自己吃一部分就可以了。而且这个生意终究是小打小闹，上不得台面。处理完那些跟风的跳梁小丑，我并没有闲着。虽然短期胜利，但是这种软件还是没什么行业门槛，太多人可以复制。没有技术壁垒的东西，最后都会死得很快。还好老子年轻，现在才终于明白，年轻就是资本这句话了。农场脚本只去开胃菜，赚的是快钱，不可能长久。打个比方，烟草，你敢自己搞就立马进入吃牢饭，好像满几千金额起步就是5年。我要回想下09年的信息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能改变的东西实在有限。知道了未来发展，但是没有本金依旧寸步难行。比如现在的4万亿计划，很多有内幕消息的人早就开始买房囤地，富豪榜上快1半都是来自房地产。为什么电商可以挣钱？因为新兴行业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不太懂，所以在各种行业初期总是诞生出各种财富神话。但是，一旦这个行业逐渐透明，开始有资方进入，那么普通人再想赚钱，千难万难。那时候初期的双11可是一场商业神话，从开始无人问津，到后来无数人在电脑前守着时间疯狂抢货。开始的时候打印机都没有，全靠手抄。还有就是宝淘商家版功能简陋，全靠人工，自动上下架、批量修改价格、自动好评、库存预警。这玩意儿要是出来，1小时1万都不是没有可能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在网吧查点资料，顺便弄点程序。查资料、弄程序，你骗鬼呢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眼窝深陷，满眼红血丝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老林，你消消气。你别拉我。320分，本来就考得不好，正是该反思、该努力的时候。你倒好，拿着家里的血汗钱，整天泡在网吧里堕落。爸，我没堕落，我在赚钱。赚钱？你在网吧能赚什么钱？打游戏能赚钱吗？隔壁张婶今天都跟我说了，看见你在天歌网吧进进出出的，还跟老板勾肩搭背。林渊，你才18岁啊，你就想当个混混吗？银行卡有这几天赚的2万多，可以抵父亲1、2年的辛劳，但我没敢说。现在拿出来，他们不会觉得欣慰，只会觉得恐慌。这就是鸿沟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我没学坏，也没乱花钱。我是在学技术，学怎么在这个新时代生存，
我也没指望你们现在能懂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还有，菜凉了，我不饿，先睡了。重生者的孤独，大概就在于此吧。你站在山顶看到了日出，而山脚下的人还以为你在发疯。哥，爸妈回屋睡了，妈让我给你热的。在这个家里，除了那个不可能出生的侄子，林月大概是唯一一个无条件信任他的人。没吓着吧？没，哥，你别生爸的气，他就是怕你走歪路。隔壁大妈那张嘴你也知道，死的都能说成活的。我知道，月月，你也觉得哥在不务正业吗？虽然我不懂你在电脑上啥，但我知道哥你肯定不是去玩。哥，我睡觉了，不管你干啥，别太累了。上一世他太过心软懂事，才被王强的畜生拿捏。王强，这辈子别让我碰见，定饶不了你。原生家庭啊，父母的爱是真实的，但他们的认知局限也是真实的。这种爱有时候沉重的像是一种束缚，必须尽快离开，去大学。只有物理距离的隔绝，才能真正放开手脚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护城河。偷菜农场脚本虽然赚了快钱，但那玩意儿本质上就是个客户端外挂。要想做大，要想做 B 端生意，就必须把核心逻辑云端化，得搞个服务器。由于手机过于古老，我也不知道一晚上过去自己的软件到底卖了多少。打开账户一看，好家伙，爆单，整整卖了3000多份，亏好自己准备充足挂了5000单，不然亏大了。看着自己的支付宝余额已经来到了6万多，不禁整个人开始有些恍惚。这钱太好赚了，真他那么容易啊！果然应了那句话，时代成就英雄，风口上猪都会飞。现在我便开始续写昨天未完成的代码，并新始列文档，以淘金者术技术架构。这些都是之前项目组的产品，曾经牛马的经历，此刻反而帮助很大。这才是我擅长的领域。跟代码打交道让我觉得无比轻松，他不争不吵不闹，你给他什么指令，他就给你什么反馈，诚实且忠诚。不知不觉，外面的天从清晨到黄昏。我看了眼时间，晚上5点半，总算最后还是完成了服务端核心验证模块的编写。虽然眼睛酸丧的要命，但精神却异常亢奋。看着门外的车水马龙，这个世界大部分人还在按部就班的生活，而我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有了这2天赚的9万多，我终于有资本开始我的初计划了，搞一台本地服务器，让那些想抄袭的人无路可行。今天的目标很明确，戴尔 Power Edge R710。我知道这玩意儿不是给钱就能抱走的，主要是为了定配置交定金。凯哥，这索尼 CS 系列是真漂亮啊，但这价格也太黑了吧，7000多。刘洋，你不懂，索尼卖的是设计和屏。我看过测评，这款虽然显卡是9300MGS， 稍微弱了点，但陈宇又不玩大型游戏，跑跑 PS 和看电影足够了。而且这做工，你摸摸，那是神州能比的吗？这一世还是一样啊。赵凯一直喜欢学习委员陈宇，好像2个人最后还真谈过恋爱，不过最后没有结婚。哟，这不是林渊吗？来看看。林渊，你也买电脑？预算多少？我这2天把诸讲节都跑贴遍了，还是懂一点的，帮你参谋参谋。凯哥，人家林渊考那学校估计也不用什么高配置，要我说，2楼拐角有卖2手的，1000多就能搞定，反正就是挂个 QQ 聊个车，省下的钱还能当生活费。刘洋，别瞎说，林渊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过买电脑确实水深，赵凯懂得多，让他帮你把把关也好。社会上恶心的人可比他们过分多了。不用了，我有目标。你有啥目标啊？你预算要是紧，我推荐你买红EO 4736，性价比之王，4000出头。你要是去买神收，虽然便宜，但散热不行，容易白连。哎，林渊，你走错了，那是商用区，卖服务器和工作机的。没走错。买笔记本去隔壁，这儿不零售。老板 ，R710，我要订一台。小伙子，你知道 R710是什么吗？那可是衣架式服务器，不是你们打游戏的台式机。林渊，你别瞎搞！但这玩意儿没有声卡，显卡也是集成的，根本玩不了游戏，而且噪音贼大，跟拖拉机似的。你在宿舍一开机，室友得打死你。而且这东西死贵，没个1-2万下不来。听我的，去买个红欧，实惠。赵凯，谢了，不过我真的需要。我要双路15520，内存插满32G ECC， 硬盘位我要6个，全上300G 的15000转32盘，做 RAID 10。另外，我要加装 H700阵列卡，带1G 缓存的那种。老板，您这配置太高了，主要是这 SAS 硬盘和 H700卡价格可不便宜啊。1520 CS 盘
瑞时，这些词拆开他都听过，但组合在一起，完全超出了我对电脑的认知范畴。报个价。老板，这配置太顶了，现在内存和硬盘都在涨价，最低，我是说最低36800，而且这肯定没现货，得从上海总代调，要等3天。多少？36000？疯了吧？买个电脑要36000？林渊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抢银行了？林渊，你买这个到底要干嘛？这玩意儿放宿舍根本没法用，而且3万多，你爸妈知道吗？刷卡付全款。好嘞，老板大气。留个电话，地址我过2天发你，货到了直接给我送过去。赵凯，你说的对，这玩意儿确实噪音大，我也是有别的用处，多谢关心。36000，别的用处。好像自从分数下来以后，林渊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陌生。自己平时也就是一直成绩比林渊差一点才有些不服气，所以林渊高考失利自己说了2句。可是现在这个林渊越来越让他看不明白了。从珠江路出来，我感觉神清气爽。那台服务器就是我计划的地基，有了它，不管是农场辅助还是未来的淘宝商家软件，都有了真正的云端保障。既然服务器都买了，那租房的事儿也得提上日程。我操，兄弟们，你们猜我在珠江路看见谁了？林渊！他36000买了台电脑。真的假的？36000？他不是考砸了吗？哪来这么多钱？刘洋，你吹牛逼吧？林渊平时穿的那双回力鞋都开胶了，还能拿出36000？真的，我也在场，我和赵凯、陈宇都看见了。大家别瞎猜了，林渊可能是有什么正事吧？正事？狗屁正事！这钱肯定来路不正。他家什么条件和谁不清楚？他爸就是普通工人，哪来36000给他？刘洋，你把嘴给我放干净点！再造谣，信不信老子明天去超市堵你？那是渊哥凭本事赚的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他高考才结束几天啊，去搬砖能赚36000，去抢银行还差不多。心虚你大爷！刘洋你个傻逼！既然你们非要问，那我就告诉你们，渊哥做游戏脚本打个屁！渊哥一天就能赚几千，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！我操！王林，你说真的？林渊还会搞这个？带带我啊！我也想赚钱。哼，是林先生。是我。筛选了。不过林先生，您之前说要看纯写字楼，其实亚星城那边有几套商住两用的公寓。不用，这套原本是个贸易公司，刚搬走。你看这落地窗，这栋楼是物业统一供冷吧？晚上8点以后是不是就停满气了？对，大部分写字楼都这样，为了节能。那不行，我的设备需要24小时恒温运转，晚上停空调，机器会烧坏。接弧线太细，空开也是家用的标准。我后面要加几组大功率设备，这线路带不动。走吧，看下一套。林先生，最后这套有点特殊，这套在走廊尽头，原本是房东打算自己开工作室的，硬装都搞好了，但后来资金链断了，没开成。房东本来想做录音舱还是后期工作室来着，所以电路特意改造过，全是4平方甚至6平方的线，而且这房间呢是独立的大匹数吸顶空调，不受物业控制。隔音、独立空调、强电改造、防电地板，简直就是为了放服务器量身定做的啊！这就定了。您不再考虑价格？价格多少？房东集租这套120平，算下来1个月大概要4500，如果您年付的话，应该能谈到4000。联系房东吧，不年付就4500吧，签合同。好嘞，我这就打电话，您稍等。企鹅头像异常闪烁，消息刷屏，全是同学艾特。我翻完长记录，才弄清事情原委。以后这种事儿别在群里说，没必要。渊哥，我就是气不过，那个刘洋太恶心了，说你钱来路不正，还说你被包养，我这一冲动就……不过你看，现在他们都闭嘴了，多爽！到底还是年轻，本就与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以后也没有交集。前世毕业后，即使聚会也是各种攀比，早已让我看淡。行了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以后低调点，闷声发大财才是王道。好嘞，都听林少爷的。当年我在班里风光，后面混得差，总被人暗地议论，也就王林真心待我，值得我交心。发完这局，我也没太当回事。我现在的重心都在即将到来的服务器搬迁上。然而，我低估了人性的恶，尤其是刘洋这种小人的恶。第2天上午，我正在网吧给脚本做最后的调试。谁是林渊？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人举报你利用网络进行非法牟利活动，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，跟我们去所里走一趟吧。破坏系统，刘洋，只有他。警官，我只是在玩游戏，是不是玩游戏？
跟我们回去调查清楚再说。带走。这事儿没刘洋说的严重，我用的只是案件即兴脚本，不是改数据外挂。09年算灰色地带。你没营业执照，用脚本批量刷游戏币变现，赚得多，确实乱了市场规矩。念你是初犯，而且还是学生，认错态度较好。最终的处理结果下来了，批评教育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罚款。谢谢您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波损失惨重，2万多块钱现金全被没收了。渊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罚款、教育。是不是刘洋？是不是那个王八蛋？老子就知道是他！只有孙子干得出来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！我现在就去他家弄死他！站住！渊哥，这口气你能忍？几万块啊，那可是几万块，就这么没了！这孙子就是见不得你好。没必要，你去打他一顿，然后呢，赔医药费、拘留，让他再报一次警，把你送进去，连高考录取都给你黄了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算了吧，以后注定不会有什么交集。不过王林，这一刻你要记住了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，财不露白，这不是怂，是生存智慧。这个世界上，想看你倒霉的人，远比希望你过得好的人多。刘洋只是第一个，以后我们做大了，会有无数个刘洋。如果每次都用拳头解决，我们早就死在路上了。渊哥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在群里装逼发那张图，刘洋也不会。行了，这就当是交学费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没事就行。DNF 这条路算是暂时断了，既然被警方定了性，再大规模搞就是顶风作案，得不偿失。而且网吧那种环境确实太不安全，人多眼杂。看似一夜回到了解放前，这点钱我已经完全不在意了。走，吃饭去。渊哥，你还有钱吃饭吗？饿不死。要不我请你。刘洋能封我脚本，却动不了正规软件。农场管家才暴力，场地服务器我全备好。这次挫折反而让我更加警醒，不管在哪里做什么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那些赚快钱的灰色路子，丢了就丢了。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赚钱项目。爸妈，我回。跪下！老林，你别管！慈母多败儿，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！派出所那是派出所，咱们老林家几辈子清清白白，从来没谁进过那种地方。你倒好，刚高考完就给我进去蹲着了。爸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还敢顶嘴！造孽呀，真是造孽！你知不知道进派出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有案底了，你这辈子完了。以后考公务员进国企，人家一查你有案底儿，谁敢要你？我和你妈起妈起早贪黑供你读书，就是为了让你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吗？这就是那个年代普通家庭最典型的思维逻辑，一种令人窒息的绝望感。在他们的认知里，警察找上门等于犯罪，等于人生尽毁。我没干违法乱纪的事儿，也没留案底。警察抓我不是因为我犯法，而是因为我赚钱太多，没办营业执照。啊？啥？不可能！你个学生能赚什么钱？肯定是被外面的坏人骗了去搞传销或者诈骗。这是银行的到账短信，6行天收到短信，你自己看。银行余额3200元。3200？这钱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去抢了？还是真在网上搞诈骗？这是淘宝商家推广佣金。爸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我帮网店写程序引流赚钱，流水大没办证被罚了款。帮淘宝卖东西？那警察真的没给你记过？民警说，只要租场地办证就是合法生意，真犯法哪能这么快放我出来？所以，为了不让警察再找上门，我必须在外面租个正规的写字楼，把这个执照办下来。还要租写字楼？算了，我老了，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的玩意儿。但林渊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你不犯法，不走歪门邪道，你想折腾就折腾吧。但凡让我知道你再进一次派出所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知道了。行了行了，孩子刚回来，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热饭。那一顿晚饭吃得如同嚼蜡，父母小心翼翼的眼神，欲言又止的试探，那种以爱为名的沉重关注，让我感到一阵窒息。只有搬出去，才能开始自己的事业。办什么业务？宽带还是座机？装一条企业专线。小伙子，家里装宽带去那边那个窗口，这里是对公的，给公司装的。我就是给公司装，地址在紫金科创中心16楼。我要一条上下行对等的时髦光纤，固定 IP。在这个家用宽带普遍还是2码4 M 的年代，张口就要上下行对等光纤和固定 IP， 绝对是内行。紫金科创那边资源倒是刚铺过去，不过小伙子，这专线价格可不便宜，出装费加上年费得好几千呢，而且不能按月付。我知道，下午能去装吗？这么急，师傅排单还得加急费我出，我的服务器马上就到，网络必须今天通。
行，既然你这么爽快，我去跟机房那边协调一下，争取下午让师傅过去融资。虽然昨晚的危机暂时解除，但兜里的钱也所剩无几。企鹅农场管家被抄袭，流量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没有护城河的技术，终究走不长远。接下来就是把失去的10倍、100倍的赚回来。哥们儿，这里面装的什么啊？死沉死沉的。一些精密仪器。这就是花了3万6买回来的服务器。好家伙，感觉比自己都专业。通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终端。老板，我要装机 G41的主板15300的 U，2G 内存，硬盘给个160G 的就行。显卡集成，电源要稳。要几台？10台。10台？那价格好商量。你要是都要显示器，我给你送鉴宝套装。显示器要19寸宽屏的，杂牌也行，只要没坏点。你好。爸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之前问你拿的2000块钱。难道这小子真的在做正事？我说了，我现在做的是正经生意，以后每个月都有。我这几天会在新租的办公室忙，可能回来的晚，甚至不回来睡，你们别担心。办公室弄好了？钱是真真切切的，他态度也缓和了。弄好了，电脑设备今天刚进场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你也长大了，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就回来。你爹我不会不管你的，知道了吗？放心吧，爸。虽然他们不会理解，但这份关心和爱却是真真切切的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几乎是住在了办公室里，一直关注着市场动向。农场辅助的热度正在消退，市面上免费破解的版本层出不穷，这波快钱已经赚到了头。现在开发的是真正的杀手锏。09年淘宝即将爆发，商家扎堆，可工具却特别落后。大卖家每天手动处理海量订单，库存靠人肉核对，又慢又容易错。利用服务器的强大算力，软件可以实现多店铺、多客服同步云端，在09年完全是降维碾压。搞定！终于有了自己的护城河，这下谁都不能抄袭我的劳动成果了。软件有了，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步，找客户。既然没钱推广，那就只能用点野路子了。接下来3天，现实狠狠打脸。死骗子！我以为软件能降维打击，结果卖家冷淡，更没人对主人追捧。我一遍遍搜店，发旺旺，复制话术，要么被骂，要么无视。3天只有几人勉强适用。360爆毒了，你还说安装时麻烦不断，我挨个教他们关误报，加白帽耳做云端验证。老板，你这软件好用，我500买断。服务器电费、专线宽带费、未来的维护成本，500块钱买断。满心以为能爆单，结果无人问津。理念太超前，现实太骨感。步子迈大了，容易扯着蛋，太高估自己，东西太超前，在别人眼里就是可疑收费软件。私聊太掉价，效率低，不做推销了，直接换路子，广撒网。帖子已被删除，涉嫌违规广告。服务器、房租天天烧钱，这周再没起色，下个月生活费都没着落。不，产品没问题，缺的是信任，就差一个帮我背书的人。他试用最积极，问题也最多。昨天还嫌软件界面太简陋不好看。兄弟，你确实有点东西。这2天给我省了一个人工，都说你是骗子，但我想跟你合作一把。啊？怎么个合作法？兄弟，直说了，但我用了2天，软件是真牛。我在义乌青岩流，中国网店第1村，你该知道这地方。青岩流村号称华国宝陶第1村，在2009年，那里的空气里都飘着快递胶带的味道，家家户户都在做电商，整栋的农民房里塞满了货物和通宵打包的年轻人。那里是电商的集中地。我身边全是淘宝卖家，最愁打单发货，你软件刚好解决痛点，我可以帮你卖。陈峰聪明又敢干，敢用信誉带书，眼光狠，魄力足。浙江人果然会做生意。你要多少？你这软件99一个月，我要55开，以后续费也要抽成。典型狮子大开口。55开，续系还要抽？首单给你50，续费不抽成，我担服务器维护，你只推广没成本，而且我这个软件一定最后可以占领市场，你也知道有多么好用。
你有眼光有魄力，我现在没铺开，但迟早做大。一周卖超1000单，我给你61单，2000单70，3000单99，全给你，如何？我让利手单换快速占领市场，不在乎眼前收益。如果产品独家完，次月续费稳赚。行，半个月吧，7天有点短。成交。接下来半个月，直接从地狱到天堂。2009年完成1000单就有6万，而且是无本买卖，简直是挣空套白狼。老张，别填你的破快递单了，手不酸啊？来看看这个，我陈峰的人品你还不信？我店都在用，有毒我赔你，99还贵，请小工1月800，软件24小时干活，还能自动上下架，划算爆了。在那个充满江湖气的村子里，新人往往就是一支烟、一顿酒、一句出了事找我。第3天。付费新增25人，陈峰尝到甜头，带表弟跑村推销，店都不管了。第1天新增8人，到账几百块，分陈峰一半我也不在乎。如果这点小钱都计较，我就不配当重生者。第3天，后台新增付费用户25个。嘿，老李，你用那个管家吗？太好用了，昨天报单本来要通宵，结果2小时就搞定。真的？那小孩陈峰没骗我？骗个屁！确实好用，反正没有病毒，你也赶紧装一个，每个月能省不少钱。8天时间，付费商家已经突破8家。最重要的是，这800商家都是种子，全网类目都有，口碑正传遍整个电商圈。每天几十人加汪汪咨询，不再骂骗子，都直接问怎么买，活下来了。但是现在用户暴增，服务器压力越来越大，3.6万服务器再强也扛不住裂变，必须立刻加服务器招人。老板再不回，老板怎么不说话？老板怎么不说话？老板怎么不说话？销量天天涨，我却快累死。身兼老板、技术、客服、运维，活累成核动力驴。亲，不好意思，现在系统维护，现在好了。重生本想不当牛马，结果累成狗。终于懂老板为啥喊累，没人啥都自己干，能不累？老子以后赚到钱也要吹牛逼，狠狠的吹。你换做其他国家未必可以，但是在华国，你只要敢招聘，就有人来应聘。别问，问就是我爱工作。那个同学，你们招客服？对，招客服。打字速度多少？1分钟80个字没问题。我们在学校经常聊，经常练习。能接受倒班吗？有夜班？能，只要按时发工资、签合同就可以。试用期1200，转正后1500，有5险1金。工作就是回复旺旺，处理订单问题。老板，我们可以。行。明天带着身份证来紫金科创中心305报道。有了客服，财务更关键，能省大钱。再不注册公司报税，被查就是非法经营，绝对不能碰。我有5年外企财务经验，中级会计证，你们才开2500。大姐，现在行情就这样，你不干有的是人干。美女，聊聊。你是 LY 科技招财务主管，底薪3000，交5险。你是老板？是的，找个地方坐坐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现在是草创期，就我一个，但是流水挺大的。个10、100、1000万，日流水4000多。我需要你把营业执照赶紧办下来，搭建完整财务制度，税一分不少。执照我有熟人能办，但做账保税私户转公后都要时间，而且试用期3000，下个月公司正式注册下来，给你涨到3500外加年终奖，只要工作质量没问题，后续一切都可以商量。老板，合作愉快，叫我韩云或者财务就可以。欢迎入职。有客服不用死守电脑当打字机，有财务不怕被查。班子虽小，总算成型。接下来，终于可以早做点别的事情了。合作期做结束，推广数26.685，是时候给陈峰转账了。看着即将划走的钱，我反而觉得太值了。银行到账，真的来了！前面还担心他会赖账。钱到了吧？合作愉快。他会明白，我是一个诚信可靠的合作伙伴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到了，兄弟，林总，大气，太大气了！咱们之前的那个约定是不是可以继续？之前的约定到此为止了。试起来了，推车的人就不值钱了。林总，这什么意思？卸磨杀驴？那你的意思，结束？陈老板，不是我过河拆桥，
前期高提成只为快速打开市场，现在名气有了，高提成不能长久，再这样我成本扛不住。不是结束，是想和你长期深度合作。我给你新方案，每单提成降成10块，但续费给你分成。10块？你这也太少了。凡是你推广的客户，只要他们以后每个月续费，我都分给你5%，而且之前的也算。这5%的续费分成才是真正的金矿。我手里2600个客户，下月续费就是13000，躺赚，而且基数会越来越大。林总，你确定？只要续费就一直给？签合同，白纸黑字。但我有要求，你得搭个正规地推团队，我按业绩考核，1000、2000、3000单，提成分别10、20、30块，并且我保证，只要这个软件在卖，我就会一直付给你提成，绝不食言。可以，我们见个面吧。合同签了，我就立刻动身。搞定。陈峰有野心，有执行力，有眼光，产品再好也需要推广，结果才是唯一。分他未来收益我不心疼，这等于花了近20万买了2600个高粘性用户，除非有更好用、更实惠的软件出现，否则他们不可能离开。而且我早就部署好了本地服务器，想破解，拆包出来的只能是一堆乱码。更何况现在的99元版只是个开始，我还有更强的 VIP 版没放出来。云端24小时自动回复，关机断网照样秒回客户，智能库存预警，自动下架商品，再也不怕超卖。真正的杀手锏是差评拦截，这在2009年价值无法估量。VIP 版加多店同步，数据分析，到时999照样抢着买。陈峰那点分成不算啥，但愿你每半个月都拉来这么多用户。但对于我来说，这只是第一桶金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半个多月，我第一次回家，因为录取通知书到了。大妈，哎，那不是老林家的二小子吗？说他在外面搞网络诈骗，警察都上门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天天在外头瞎混啥？不学好不着家，看你还有个人样不？小渊，跟妈说实话，你在外头干啥了？咱家再穷也不碰脏钱，真犯错就趁早自首。在这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他们对互联网的理解约等于诈骗。津南财经大学2本会计专业，考上大学归好事儿。刘洋说你诈骗，你老实说干啥了？不说清别想上大学。我知道，光靠嘴说是没用的。爸妈，你们看，这是带红章的营业执照，我是公司法人。这2万是交税之后的合法盈利，钱干干净净。他看不懂那些经营防卫，但老一辈人无比相信这个。真的，1个月能赚2万？小渊，你别骗妈，咱厂长1个月才多少钱啊？就是给商家做软件，像给网店装个小工具，现在做的人少，才赚得多。小渊，爸不懂这些高科技，这钱爸替你存着，万一以后出点什么事儿，这钱还得退给人家。这就是代沟，也是现实。公司在紫金科创那边，事情多。我在那边租了房子，而且马上开学了，学校也在那边。你不回来住了？偶尔回来看看。爸，我知道你们担心，但儿子在长大了，有些路得我自己走。现在的房子太小了，我还买不起大房子接你们出去，只能先委屈你们这样凑合一下。行了，我也没吃饭，妈，给弄碗面条吧。我知道爸妈今肯定睡不着，会对着饭吃喝对照和钱琢磨半天，还会去问人真假。可我不在乎，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。办业务，好的，请问需要什么帮助？我需要加一条高速企业专线，必须保证稳定。忙活半天终于办好，1年4万8跟抢似的，可用户破5000，家用宽限扛不住，这钱必须花。刚拿回家的2万，加上这里的4万8，788的开销，钱一下就没了。钱也太不经花了。这小子大白天打电话干嘛？前2天也打过，不过太忙了，我忘记回了。喂，我操，渊哥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！我还以为你真进去擦缝纫机了。这孙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这2天一直在群里造谣，说你上次被警察带走是因为搞诈骗，还说你现在失联了，肯定是已经在坐牢了。刘洋，那个之前因为眼红自己打金赚钱，偷偷去派出所举报自己讨同学吗？喂，他说他的，你理他干嘛？我气不过跟他对峙要证据，他竟说我不露面就是证据。以前喊渊哥的人全反了，跟着刘洋一起踩我。渊哥，你快出来说句公道话，别让他乱传，传到你爸妈那就糟了。一听到爸妈，我眼神瞬间冷了。谣言比病毒传的还快，绝不能让家里人受影响。
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，再让刘洋乱传，街坊该说我诈劫被抓，爸妈在厂里根本抬不起头。老一辈最看重名声，家丑不外扬，害怕违法乱纪。听说了，他的孩子那9年来离婚是他的，孩子去劳，社区都侄子戴彩眼镜看人呐。小学同学因父亲坐牢被起外号劳改犯的儿子，最后只能转学，我倒无所谓。但是毕竟此刻父母不是我，不能凡事只考虑自己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挂了。一进去，消息正如瀑布般刷新。我说林渊不敢出来吧，我亲眼见他在网吧被警察带走，那就是违法了。还说他创业，就是网络诈骗。这次没影，指定又蹲进去了。真没想到啊，来钱快的都在刑法里，趁早离林渊远点，别被他牵连。看着这些字眼儿，我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有些好笑，太幼稚了。换以前早跟他们对喷了，现在看这些话，心里一点波澜没有，甚至觉得刘洋有点可怜，靠造谣找存在感，我俩早不是一个层次了。不过王林说的对，苍蝇不咬人，鹤应人。为了爸妈，必须堵上他的嘴。陈峰地推加线上雷变，后台每天流水高的杀人，日流水破3万，等执照下来，每一分钱都如实纳税。2009年这收入顶不少普通家庭整整2年的工资。大家引以为戒吧，好好上大学才是正路。我是正规软件开发，合法营业执照办理中，不劳费心。另外送你一句话：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认知以外的事情。你还小，我不怪你。才几天就赚5万多，我爸累死累活1月2000，2年才挣这么少。你还小，我不怪你。这不是吵架，是羞辱。他的无视比骂我还难受万倍。卧槽，真的是卖软件赚的。林渊到底干嘛了？真的是卖软件赚的。林渊到底干嘛了？哈哈，爽翻！刚才造谣的人脸疼不疼？渊哥忙着赚大钱，哪有空搭理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？才12天，陈峰比玉晓还猛，把青岩村村翻了个遍，连外地都有人来买了。他一人拉了近2000付费用户，光提成就要10几万，钱都在我账上，陈峰却一点不慌。我倘若敢赖账，他一曝光，我这生意就会立马垮掉。就算不垮也是重创，犯不上为小钱毁生意。我们2个人心照不宣，维持着这份微妙平衡。兄弟，还有3天，后台快2000单了，弟兄们都快跑断腿，结账别掉链子啊！放心，钱少不了，先转你5万，剩下的到时候再算。亲你不用先转，我谈妥到了再跟你说。静候佳音。陈峰野心不小，说是外地朋友，其实是想长期干。没野心的人成不了事，我只要结果，双赢就行。那个，请问这里是 LY 科技吗？是这里，进来吧。以后你们就坐那儿。我就是昨天招聘你们的人，也是这里的老板。啊，你是老板？这也太年轻了吧！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换18岁早不自在了。我前世送过外卖，这点眼光算啥？根本不在意。坐吧，公司目前就我一人，今天还有个财务一起入职，合同看看没问题就签。底薪1200，转正1500，执照下来就缴5险1金，负责回复客户处理售后，干得好年底有奖金。这是刚从工商那边拿回来的预核明通知书，执照大概还要2天，税务登记那边我也跑过了。辛苦了。财务，这2位是新来的客服，张雅和刘晓文，你顺便给他们看一下公司流水吧。你们好，我是公司财务韩云。不用担心公司发不出工资，这是昨天的日流水。公司目前的现金流非常健康，甚至可以说比很多几十个人的公司还要健康。个十百千万，老板，我签。签完字就开工，我教你们怎么做。下班一起吃饭。本想请大餐，可资金紧张，要结账还要扩服务器，再赚钱也得省着花。喂，哪位？是 LY 科技的林总吧？我是苏省一联软件的投资部负责人，鄙人姓周。一联软件，这是省内做传统 ERP 软件的大头。不好意思，没空。林总果然年轻有为。电话里被林总挂了，周某只好不请自来了。我不记得告诉过你地址。营业执照上有。没想到，这么优秀的企业软件居然在这样的办公环境下做出来的。有话直说。爽快。
50万，我们要收购 LY 科技100%的股权，包括源代码和所有客户数据。林总，我知道你一个月流水不错，但50万现金对于一个刚毕业的高中生来说，应该是一笔天文数字了。拿着这笔钱买辆好车，甚至买套房，这辈子起点就比别人高了。如果我不卖呢？路很滑，容易摔跤。你现在是赚钱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没有背景，没有资质，甚至连个像样的法务团队都没有。在苏省这块地界，做生意是要讲规矩的。你的软件现在是很厉害，可毕竟互联网时代更新换代是很快的，对吧？这个技术又不是什么独家专利，到时候50万都不值了，得不偿失，何必呢？何况万一公司再出点小意外什么的，对吧？周总是吧？50万连我一个月的流水都不止，你想拿这点钱买我的项目，是你傻还是觉得我傻？还有，不用威胁我，你想怎么样，我都奉陪到底。行，林总有骨气，希望明天你还能这么硬气。林总，这人是谁啊？看着好像大老板，他说的话……林总，一联软件我知道，在省里关系很硬，他们要是真想搞我们，干活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经过昨天的事情，睡觉的时候特意把门从里面反锁，就怕对方玩阴的。谁是负责人？我是。有人举报你们公司涉嫌无证经营，还有偷税漏税以及非法采集用户信息。举报，果然来了，而且是组合拳。韩云，在。这是执照、税务、代码证，还有所有财务报表，收入全走公账，这是没税证明。这账做得不错。我们是大学生创业，绝对守法合规，肯定是遭人恶意举报。您看我们哪像有问题的？行了，账目目前看没问题，证照也齐全。举报信息我们会移交网监核查，期间务必合规经营，别打擦边球。一定配合，一定配合。唉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要把我们抓走了。林总，幸亏当初你坚持要全额纳税，要不然今天……周总的算计落空了，这只是开始，他肯定还会出别的阴招，让人防不胜防。